名将靖康，文韬武略，年17而任校尉，弱冠之年升任大将军。上！他一生打赢胜仗无数，有战神之称，但他不好名利，拒绝高官厚禄，誓死戍边，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剧本大纲通过。先前说好了啊，咱们盲抽选角，演出服自备，大家都没有异议吧？没有。哇塞，还有自己缝纫衣服啊！那完了，我手工好烂。哎，我演先锋啊！啊，我演副将。我抽到了敌军。哎，主角呢？谁抽到了大将军啊？那个，好像是我。我怎么没抽到？我也真的好厉害，大将军。喧嚣的屋檐，不露声色的木边，且看他清风两袖，一左一壶后一点。藏满心事的古剑，温润带笑的容颜，偏在这暗香一语成流连。传闻还是敷衍，在经过之后终于或是初见。是一愿，他站在无尽的世间，守着回忆的光年，当灵魂停止蔓延，该去何处寻人面？那看似无情的语言，铸成记忆的诗篇，光阴到头终有时，不如一如既往千载执念。幸好有百奇，分享更快乐。百奇邀您收看精彩动画。这面鱼纹铜镜是2000年前的旧物。以前，人们只能通过水中的倒影来梳妆，一直到合金技术出现，铜镜才正式面世。正面磨光，背面浇筑不同寓意的纹样。你手中镜子的背面，便是寓意吉祥如意的鲤鱼。老板，我想找的是关于古代将军的灵感。这确实是某位将军的随身之物，相信我，它能给你一些启发。那就借老板吉言。我需要付您多少租金？10块。您这样做生意会亏本的。要不我再送你2张票，2个月后我们舞台剧公演，你有兴趣可以来看看。却之不恭。我要提醒你一件事。古人相信镜子是一种媒介，声音能够通过它连接时空，所以晚上11点半以后慎言。靖康，一面铜镜能启发我什么呢？这位将军为什么要随身带镜子？也许是他心上人送他的礼物吧。如果我能亲眼见到他就好了。靖康。众将士听令，俺的后方空虚，无以为继，随我杀入敌营。
我靖康之名立誓，今日定要将他们杀个片甲不留！靖康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只是一个古董商人，做的也是普通的古董营生。可是我看见的是真的吗？那是靖康哎！老物件有灵，如若他想要与你交流，这也是一种缘分。交流？如果你实在介意，可以选择归还镜子。不行，我还没看清他的服装呢，等我把演出服做好再归还。那有一件事你要记住，你的所见所闻都是已有定局的往事，试图改写，只会是徒劳。兵贵胜，不贵久。故知兵之将，生民之司命，国家安危之主也。大人，我不碍事，先看其他人。他好酷啊！蛮子行事乖张，我军不可与其硬拼，要以技巧取胜。查了资料才知道，这时候的靖康才17岁。我17岁的时候，可恶！蛮子明面投降，又暗地偷袭，简直不知廉耻。要不是校尉大人神勇，我们差点全军覆没。兵者诡道，战场本就瞬息万变。今天大家都累了，早些休息吧。是，校尉大人。小将军，要好好养伤呀。哎，镜子里的女妖怪，你还准备看到什么时候？糟糕，我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为何不敢露脸？难道你是死状凄惨的女鬼？你能看见我？我早就看见了。阿瑶，这么晚了，该睡觉了。马上就睡了。你叫阿瑶是吧？看着也不像女鬼，为何要一直躲躲藏藏？还是说，你身在仙界，不好与凡人来往？太平年代对常年征战的将军来说，也的确是仙界了吧？可惜当下我军身陷囹圄，不能与你畅谈。不知待风波平息后，我是否还能再见到你？当然可以。一言为定。就这样，我拥有了一个2000年前的网友。每天我都会通过余文静跟他聊天，但是我发现我们之间有时间差。小将军，啊，你终于出现了，每次都让我等上1个月。啊，可是我每天都在陪你聊天啊。啊？原来是天上一天，地上一月吗？这段时间，我重新认识了靖康。蛮人虽然勇猛，但在我面前也不堪一击。是，你是最厉害的战神。他不像史书说的那么稳重，话很多。为什么你总叫我将军？我现在只是个校尉呢。这个，不管了，反正你以后肯定会成为一个大将军的。怎么了？你在缝我的衣服？是公演的衣服。公演是什么？我能看吗？啊？他似乎也对我没有什么防备。哎，对，我们到时候就这样。好，你想知道如何鼓舞士气？也罢，那我就跟你说几句吧。出去。等等，我记下来。哦。前些日子陛下传旨夸了我一通，许诺我再立几个战功，便封我为护国大将军。
太棒了！我早说你一定会当上大将军。谢谢阿瑶仙女吉言了。虽然相处已经1个多月了，但被她叫仙女，还会感觉难为情。待我拿到大将军符，先传给你看。嗯，我把公演录下来给你看。诸军随我镇守边疆数载，吞沙饮血，百战不殆。此番大获全胜，功在3军将士。尽饮此酒，吾等立誓，愿抛头颅，洒热血，戍边守关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加词加的不对啊？改得太好了，就这么来。哎，哪来的灵感啊？运气好，遇到了一位知识渊博的导师。这样啊，哎，那要不要邀请他来看公演？不是，他不太方便。是啊，我们之间相隔了2000年。阿瑶，圣上召我入京听风，我很快就能兑现承诺了。说不准还会把公主许配给你呢。若是如此，我便禀告陛下，我已心有所属。只是不知道我的新上人何时可以见我。距离公演还有5天，我还挺紧张的。哎呀，不要担心，我们这次剧本多好啊！唉，就是结局太惨，靖康刚当上大将军就遇袭战死了。哎，何瑶，你这么早就走啊？怎么会这么快？我以为我们之间还会有时间。靖康神勇无匹，驻守边疆7年，立下战功无数。今赐封护国大将军，赏铠甲。10万蛮子领兵来袭，率军反扑，不料误中埋伏，战死沙场。怎么会？哪里都查不到这个埋伏的结果。他还那么年轻，还有没实现的理想和抱负。我如果把未来告诉他，结局会不会？你的所见所闻，都是已有定局的往事，试图改写，只会是徒劳。阿瑶，阿瑶，你在吗？快出来，有好消息告诉你。怎么样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一直心心念念的大将军符。很帅气。啊？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？你不是一直很好奇我的身份吗？哟，突然想告诉我了。其实我是住在镜子里的神明，有预知未来的能力。你看，我之前就说过你会当将军来着。我算到你，明日之战必定败亡。你干嘛突然咒我？不是咒你，是真的。我真的可以预知未来。我给你看，测测结果。不信你看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相信你。你是活在将来的人吧？既然你相信我，那明天蛮人压境，不战便要降，此战避无可避。况且，为国为民战死沙场，是战士的荣誉。原来
真的什么都不能改变。看来下个月我就见不到你了。男子再三犯我边境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三军将士听令，随我杀入敌营！靖康一生打赢胜仗无数，有战神之称，但他不好名利，拒绝高官厚禄，誓死戍边。哎呦！唉，太可惜了，那一战要是能避开就好。老板，请等一等。余文静她裂开了，对不起，不管多少钱我会赔的。不用，你付的租金正好是它的价钱。谢谢你，完成了这面同行的愿望。对了，这块绸布和铜镜是一起的，一并拿去吧。糟了，绸布！阿瑶，下辈子一定要相见。汝之心愿，吾已知晓。同学，这是你雕的吗？哦，啊，你是饰演靖康的那位？你看了我们的？当然看了，你们的公演，天知道我等了多久。你回戏剧社团吗？我来帮你办吧。谢谢。你终于出现了，你在缝我的衣服？是公演的衣服。公演是什么？我能看吗？带我拿到大将军府，先传给你看。我把公演录下来给你看。只是不知道我的新上人何时可以见我。
学，不走吗？来了。我说老板怎么突然邀我出门看舞台剧啊？原来你还赞助了一面镜子。不是我赞助，是镜子选择了女孩。你就忽悠我吧。又到古往今来，缘起只一念中，转头或已人间飞渡。前世际遇，应向谁诉？一时贪图，一时朝暮。莫道古往今来，缘起这一念后，怎知光阴千载与谁共赴？待到相逢时，人已如故。且知寒生花有无。老板，这紫檀茶壶多少钱啊？古物娇贵，若是用金钱来衡量价值，怕是许多人都望而却步了。老板，这就是你把余文静租给社团才只收10块钱的原因吗？而且这余文静都碎掉了，别人连出钱买来收藏都不愿意了吧？雅舍里的古董不看金钱，要看缘分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老板，你是想把这个茶壶免费送给我，不要钱，对吧？倒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不说钱，要说缘。那你说说，我和这个茶壶之间有多少缘？如果你诚心的话，2万元。告辞，有缘再见。快递，我最近没买什么东西啊。紫檀茶壶一盏，寄件地址雅舍。是那只紫檀茶壶？难道是老板？给医生。给医生。国庆假期将至，这盏紫檀茶壶就当做节日贺礼赠予你了。提前祝你节日快乐。友善提醒，周6单休，周日调休，别忘了周日补班来雅舍帮忙哦。啊！为什么要提醒我？哼，这周日我绝对不会再给你带小笼包了。看来他收到礼物了。人生究竟有多长？人生，帮我把蜡烛吹灭吧。我只想求一个解脱，帮帮我。你会走吗？笨